首先，我们进入到 Lightroom Classic， 第一步色调曲线调整到这边，其实一个复古怀旧电影的风格色调，其实就调整的差不多。我们可以看到上一部影片的封面，那这个是调整前以及调整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teven，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咯，欢迎大家又来到 Steven 的摄影讲堂哦。今天 Steven 想要跟大家介绍一款复古怀旧的电影风格的调色技巧。那这款调色技巧主要是带有一种暖色调的怀旧气息哦。那当然，如果有订阅观看我频道的朋友，应该都会知道 ，Steven 在上一集有带大家到淡水的真理大学，用 Sony 的 HCR 做一日人像的拍摄哦。那在后置的滤镜调色上面，就是使用这一款的复古怀旧的电影风格滤镜哦。那当然，如果还没有订阅观看我频道的朋友，赶紧订阅我的频道，观看先前精彩的影片内容哦。那现在 Steven 的话，就赶紧带大家到教学的影片内容哦。首先，我们进入到 Lightroom Classic， 第一步色调曲线，我们看到曲线图的地方，在低光，我们把它调整在28左右，中低光，我们把它修正在55。把它拉回原来的位置，去做一个收敛。接着中间调的地方，我们也拉回原本的位置，大约拉到120。再来就是中高光，我们的位置拉在200左右，稍微拉亮提亮一点点。高光的地方，我们收敛到245。那在低光以及中低光的中间，我们稍微修正，这边拉到35，做一个定锚的修正。那这边的话，色调曲线就结束了。接着第二步，我们看到基本参数值因为我们是需要调整一个暖色调。因此，我们色温这边的话会去做一个调整哦，把它调整在6000左右，制造一些暖调。那再来曝光度的地方，我们稍微小小的修正一下，加 0.1。那如果说曝光度比较不足的话，我们可以把它修正在 0.5。那我这边是先调整 0.1 哦。那对比度的话，我们这边是要营造一种褪色感，因此我们这边调到-40，会有一些复古的感觉。接着在阴影的地方，我们这边稍微补足一些暗部，稍微去把它加亮到正20。那亮部的地方的话，大家可以斟酌的去做一个修正。那我这边亮度的话，可以稍微往下压一点，大约在-30左右，然后让过曝的地方稍微做到一个修正。再来是白色的区块，我们也是稍微做一个修正，大概减10左右。黑色的地方，我们暗部有一点黑哦，然后跟发色的地方还有包包的地方，因此我们在黑色的地方稍微补一点暗部的细节，我们加20。那再来纹理的地方 ，Steven 没有去动，因为6100万画素，所以基本还需要修正。那再来清晰度的地方，我这边也是稍微去做一个修正，我们调到-10哦。增加一些柔和的感觉。
那去朦胧的地方，我这边是加15。这边的话，各位也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，我这边是稍微加深一点轮廓，大概小小的修正加15左右。那再来是鲜艳度以及饱和度的地方哦，我这边的话鲜艳度会加到35，饱和度的地方我会加到20。那这两个数值主要是把颜色去加深哦，营造一些比较强烈的颜色。那这边的话，基本参数值就结束了。我们来到第3步，色彩混合器的地方。首先，我们看到红色，我们色相不动，饱和度的地方我们加35。我们把整体的暖调的红色把它拉出来，然后明度的地方我们加10。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纯色非常的饱和，再来就是让纯色的色彩出来。那接着我们来到橙色，我们色相的地方的话做些微的修正，不要修太多，因为这边会影响到肤色的色彩。再来饱和度的地方我们减40，主要是做一个柔肤的一个效果，做一个褪色。再来是明度的地方，我们明度的地方加50，我们让整体的肤色亮度整个亮起来。那再来我们到黄色，黄色的话我们这边色相我们会去做一个复古的褪色，因此我们这边的话大约拉到-60左右，营造一点褪色感，制造复古的感觉，怀旧的感觉。饱和度的地方 Steven 这边也会去做修正，我们大约也是大概修到-60哦。我们把褪色的地方去做一个加强，明度的地方我就不会去动。接着绿色的地方，跟水绿色的地方哦，我们这边的话，绿色的话会去做一个基本的饱和度的修正，大约拉在-20哦。色相的地方我们也会去做一个稍微褪黄的一个做法，大约是-20左右。那明度的话我这边会拉一个正10，稍微把亮度去拉起来。接着在水绿色的地方我们色相不动，我们饱和度的地方我这边大约是拉到-60或者是-70，其实就是一种抽色的概念。那蓝色的地方也是做一个抽色的概念，我这边拉到65至70。最后是紫色哦，我们这边紫色的地方非常少，因此我这边的话也是在饱和度直接拉到-100，做一个抽色的概念。最后是洋红色，我们这边也是调整饱和度，大约调在-65至-70左右，其实也是抽色的概念。那调整到这边的话，我们色彩混合器这边的调整就结束了。接着我们来到第4步的颜色分级，那这边可以看到中间调、亮部以及阴影。那我们在中间调的地方的话，会去补足一些肤色以及黄色的色调。我这边的话，位置大约会是在40，那我们量大约是15左右，不用修太多。
然后让我们的人像的颜色比较贴近自然的颜色，而不会太过死白。再来就是亮部的地方，我们看到主体亮部的地方，我这边位置会调在60，也是补足一些暖色调，比较符合今天的复古怀旧的主题。那数值的部分，我大约会拉在10左右。再来就是阴影的区块，阴影的区块的话，我这边会在暗部的地方稍微营造一点电影的感觉，因此我们位置会拉在180左右。那我们的量也不需要拉太多。那如果说要营造比较强烈的感觉，可以把量拉到15或甚至20。今天 Steven 把它调在10左右。那其实基本上这种复古怀旧的电影感就出来了。那其实我们调整到这边，我们大致上的风格色调的雏形其实就出来了。那后续的话，我们就是做后面的一个细部修正。像例如说我这边的话，可以做一个超解析度，提升一些画质。接着就是说，在锐利度以及杂色的地方去做一个修正。那我这边就进到第5步，细节的调整。我们在锐利化的地方，我这边会稍微加强一点，大概拉到70，让整体的锐利感就出现了。然后杂色的地方的话，我也会让照片稍微变得比较干净。我把明度拉到50，然后颜色的地方我也是会拉到50。调整到这边，其实一个复古怀旧电影的风格色调其实就调整的差不多了。那剩下最后就是看个人的需要，有没有需要去做一个细部的修正，例如说像效果增加一些暗角的感觉，营造气氛。那 Steven 这边的话，还是尽量不去做一个暗角的修正，毕竟我是用351.4的镜头，因此周边会有一点点暗角失光，所以我这边就不做修正。那调整到这边的话，也可以看一些其他的照片。我们其他的照片也可以看一下编辑前以及编辑后，其实整体的感觉营造的气氛都还蛮明显的。这边的话也是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调整前以及调整后，整体的复古怀旧感就非常的抢眼，非常的明显。同时，如果你有在一些可能历史古迹的拍照上，那整体的气氛氛围感就会非常的明显，会让你的照片大大的加分。那我们可以看到上一部影片的封面，那这个是调整前以及调整后。那这边的话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体的质感，照片就出现了。OK， 以上就是复古怀旧的电影风格色调的教学过程。看完了教学的内容之后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复古怀旧的电影风格的调色内容，暖色调的一个怀旧风格，再加上适时的光影所呈现出来的照片，
非常的亮丽，以及带有非常好的一个质感哦。其实 Steven 的频道从开播一直到现在，其实陆续也介绍了蛮多的一些调色技巧，例如说富士底片风格，或是戏剧性电影风格，或甚至质感雾蓝，或是日系清新风格等等哦。那其实在这边也是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，可以帮助到许多朋友，可以在拍照上面可以得到一些更好的一个后置的一个调色技术，让大家的一个照片能够非常的亮丽，或甚至更加分的一个效果。这边的话 Steven 也预祝各位可以拍出更多更漂亮的照片。OK，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。那如果喜欢我影片以及我影片内容的朋友，欢迎按赞、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那当然也可以分享给周遭喜欢的朋友哦。那我是 Steven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